暗藏隐形壁挂马桶，为什么大部分人接受不了这个壁挂马桶呢？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收拾好我的工具，去给客户家装一个壁挂马桶。早上好。前段时间到这个客户这边也看了一下壁挂马桶的安装位置，条件允许。这一次货到了，我们过来安装。上一次来还是重组的模配房，现在已经地暖都做完了，垫层已经打好了。接下来就是铺线管，然后瓦工进场开始铺贴地砖、墙砖。安装之前再一次和工长确认安装位置。卫生间就这么大，能合理的分配每个区域，那是非常关键的。细节决定成本嘛。现在准备着手安装，先把马桶的挂架搬过来。这个箱子比较小，里面是一个矮款的支架。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是两个选择，比如说家里面有窗台，要跟窗台做平齐的话，买这种矮款水箱那是相当合适的。不过这也取决于客户自己，喜欢高的就买高的，喜欢矮的就买矮的。这就是安装的位置，也没有做改动，和开发商预留的管在一起。如果要做改动的话，用别管移位太长的话，可能会对冲水有影响。千万别想着说我要装壁挂马桶了，那么马桶的位置可以随意的改动，那你改的太长的话，离这个主下水管太远，用别管移位的话，后期冲水真的是不理想。再一个就是在预埋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对卫生间做一个整体和详细的规划。像这个区域呢要装一个花洒，花洒过来呢就是壁挂马桶，壁挂马桶50厘米宽，要留够这个合适的位置。另外这一边呢是要装洗脸柜的，后期在这个地方洗脸。所以真正规划起来，你会发现里面的空间是很紧凑的，后期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做隔断，洗澡的时候要做干湿分离。出来这个位置就是上厕所，转手过来这就是洗脸的地方，是不是很紧凑呢？安装呢，我们可以根据图纸的数据来安装。这是地平，从地平往上走，到挂架的顶端呢是777，从地平到上边的打孔位置是755。客户家里面弹了腰线，但是卫生间那一块好像没有弹过去，我们用水平仪放一个延长线，把1米线给它延过来。现在垫层面到1米线是1.09米，那么后期铺设地砖的厚度呢，那就是9厘米。我们先把1米线的底端给它画出来，这就是后期完成面的地平线。我们用水平仪把这个线呢给它调到一个平行高度，这就是后期铺完地砖的高度。刚才我们也看图纸了，从完成面往上777，就是这个水箱的上沿高度，我们可以用标记线画出来，水箱就调这么高就可以。壁挂马桶水箱的底部呢，这边有一个调节螺丝，把这个螺丝只要松一点，里面的内插腿这个是可以随意调节的。根据我们所需的高度，要多少调多少。这个支撑腿下面呢还有一个螺丝孔，这个螺丝孔呢是打固定螺丝的。像我们这边的情况是打不了螺丝了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墙上的防水已经刷好了。如果下面打螺丝的话，会直接破坏防水。这个是前2天刚打的垫层，还没有干透，我们就把这个垫层呢给它砸掉，然后把腿直接放下去。这个位置将来要走扁管，刨到底了，看到了吗？蓝色的防水层。似乎这个架子就不是给我们这边设计的，这样做不合理呀。拆了包装，我们找一下固定水箱的支架，这个是装在上面的。这个长丝杆呢也是可以调节长短的。支架组装好后呢，我们要对水箱做一个简单的调整，依靠水平尺来进行一下调平。上面看要水平，立面看呢要垂直。调整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下面这2个螺丝呢就上紧了。固定架子的丝杆也是长短可调的，然后我们把距离量一下，两边对称就行。汶川地震的时候，那时候学到一个知识点，说卫生间的墙都是承重墙，有地震的话跑卫生间。
但是我发现现在卫生间不都是这种轻质砖吗？哪有什么混凝土？固定完螺丝，用水平尺再靠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变形，一定要保持横平竖直。下面这个腿儿，本想的是他们有水泥的话，我再弄点水泥，弄点水给它固定一下，但是没找到。接下来把这些附件呢都装上去，手里拿着这个是110的弯管排水管，固定这个弯管呢是有2个卡槽。这个可以随意选择，根据现场情况。进水排水呢都有2个塞子，把这2个塞子塞好。这是固定马桶的丝杆，距离是180和230，根据不同的马桶可以选择。上面的这个塑料管可不要扔啊，要不然后期装马桶的时候那个水泥啦啥了它就不好弄了。客户选择的是智能马桶，这里面还有一些配件，这是一个电磁包。智能马桶冲水的备用电源，把这个前面板先拆掉，拆掉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些配件给它组装上去。这个自动化冲水是一个挂钩式的，在我们按的时候呢，它是把这个挂钩给挑起来的，然后就起到冲水作用了。支架后端呢是对应的一个槽，然后插进去，前边呢直接卡到水箱的这个卡槽里就行了。和电池呢，它连接的有几根线，这个也插不错，都是对应的。连接好之后呢，就给它藏在水箱里面，水位它也没有这么高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泡不了水的。接下来预留这个按键面板呢，就是有个说法了，你是侧装呀还是顶装呀？这个客户决定。刚才我们拆掉的侧面面板，现在我们要把它装在顶上。不过这个是根据客户的选择，客户选择上按还是侧按都可以。这就和我们的马桶一样，留2个孔，你是用30还是用40，一个道理。客户选择的是侧按键，这次我们把那个面板装在上面，但是它俩也是有区别的，不是随便装的。上面板它有一个槽，这个侧按键盒呢，它也有一个挂钩，还刚好就是扣在一起，拧螺丝刚刚好。将来装智能马桶的话，用电源就用这个线管，把插座留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由于下面没有打地脚螺丝，在客户家找了一节线管，我们切一个合适的长度，在后面呢做一个支撑，防止就是后面他们施工啊把这个水箱给整变形了。2个卫生间的垃圾呢都收拾一下，保证施工干干净净。好了，这个我们的壁挂马桶就安装完了，拜拜。